月色下的豪宅，今晚注定是个是非之地。西格德带着艾尔娜正式踏入了这场社交风暴。西格德低声问艾尔娜：“你紧张吗？”艾尔娜确实有点底气不足，毕竟她的名声在全国上下可都不怎么好听。西格德听完却笑了，他反问道：“你觉得自己的名声能比我这个伯爵还要臭吗？”他故意凑到耳边，抛出了一个更危险的提议：“还是说你想再换一次身份？”西格德低声安慰道：“没必要担心，我们走吧。”艾尔娜挽住他的手臂，这一刻他发现自己竟然一点都不害怕，只要站在这个男人身边，这里就是他该在的地方。那个躲在养父身后发抖的小女孩已经彻底不见了。随着大门缓缓推开，侍从高声宣布：“西格德伯爵夫妇到。”全场的目光瞬间汇聚，王都的大神殿里，一个所谓的奇迹让所有人惊掉下巴，断掉的骨头竟然当场接好了，这简直就是神迹！所有人都在疯狂欢呼，歌颂赫克托的名号。这位国王的亲弟弟不仅身份尊贵，还是传闻中走在神坛上的圣人，大家都管他叫治愈圣者。被治好的人感激涕零，直接送上一大袋金币作为报酬。赫克托倒是来者不拒，心安理得地收下了这份厚礼。可谁能想到，在角落里默默看着这一切的艾尔娜，才是真正的力量来源。这份治愈的神迹，其实是他的能力。时间回到8年前，那时候的艾尔娜只是个在贫民窟等死的孤儿，无依无靠，生活一眼就能看到头。可就在那个时候，他身上出现了一种神秘的力量，只要他出手，再重的伤都能奇迹般痊愈。这种传闻很快就传开了，也引来了一个改变他命运的人。赫克托居高临下的看着他，笑着说：“原来你就是那个奇迹少女。”他并不是出于好心才伸出手，而是看中了艾尔娜的能力。就这样，他把这个能生钱的工具带回了家，成了他名义上的养女。那时候艾尔娜还太小，根本不知道自己掉进了什么样的地狱。赫克托撕下了伪善的面具，一边挥动棍棒一边怒吼：“你居然敢喊累！别忘了是谁救了你的命！”在他的眼里，艾尔娜只是一个好用的工具，只要不停地透支力量去救人就行。而所有的赞美和荣誉全都落在了这个养父头上，他靠着偷来的能力，成了人人敬仰的治愈圣者。为了彻底封住知情人的嘴，他甚至一把火烧掉了艾尔内的家乡。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，接下来的事情才真正让人不寒而栗。神殿里的流言蜚语比刀子还要伤人，有人说艾尔娜仗着身份偷懒，甚至还诬陷他偷了捐款，脏水一桶接一桶的泼过来，让他彻底陷入了孤立。但这正是赫克托想要的，没有退路，没有依靠。这8年来，艾尔娜就像一只提线木偶，他活着的唯一意义就是成全赫克托圣人的名声，看着他在外面受人敬仰。谁能想到，这光鲜亮丽的背后藏着一个女孩8年的血泪。外面突然传来一阵哭喊声，一个绝望的母亲抱着孩子跪在门外拼命哀求，只想见一眼那位传说中的治愈圣者。可屋里的赫克托连头都没回一下，他冷冰冰地吩咐手下别管他们，只要别闹得太凶就行，万一传出去会坏了他的名声。就在这时，一位贵族小姐走了进来，娇滴滴地说自己被虫子咬了一口。刚才还一脸冷漠的赫克托瞬间换上了一副慈悲的面孔，他温柔地握住对方的手说：“这一定很疼吧？快让我来为你治愈。”这就是人人敬仰的圣者。穷人的命甚至不如贵族身上的一个包，这种荒唐的对比每天都在神殿里上演。赫克托在台前装模作样的祈祷，表现得像个悲悯世人的圣者，可实际上他只是个偷走别人力量的贼。躲在幕后的艾尔娜才是那个真正付出代价的人，他的力量被源源不断的抽走，直到整个人虚脱到地。可换来的不是关心，而是赫克托变本加厉的嫌弃。他一脚踢开虚弱的艾尔娜，咒骂他是个没用的废物。这种生不如死的日子，艾尔娜已经忍了整整8年，但他怎么也没想到，更绝望的时刻还在后面。赫克托终于彻底失去了耐心，既然艾尔娜的力量已经枯竭，那他对他来说就再也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。他像扔掉一件坏掉的工具一样，把艾尔娜重重地甩在地上。随从在一旁低声询问要不要直接把他处理掉。赫克托冷笑了一声，杀掉他实在是太浪费了。他突然想起，正好有个男人一直想要他，既然这件工具已经没用了，不如把他当成一份人情。这人到底是谁？他就是传闻中那个外号圣职者屠夫的西格德。据说他杀起神职人员来，连眼睛都不眨一下。赫克托露出了阴险的笑容，他已经为艾尔娜选好了去处。既然这个电池已经没用了，那就把它送给最恨圣职者的疯子。这招借刀杀人简直坏透了。瘫坐在地上的艾尔娜等来的不是解脱，而是一场通往地狱的婚约。赫克托居高临下的警告他，在那个人面前千万别提神，否则你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又一次，他成了那个无家可归的人。其实那个吃人的神殿从来就不是他真正的家，他只是想要一个容身之所，哪怕再小，只要能让他安稳地待着就行。华丽的婚纱下藏着的是一颗呆仔的心。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传闻中的新郎却迟迟没有现身。台下的流言蜚语越来越响，所有人都在等着看笑话，看这个被神殿踢出来的残次品要怎么收场。背后的声音冷冰冰地警告他，如果西格德今天不出现，他的下场就是被丢进河里喂鱼。就在这生死关头，大门那边突然传来了动静，那个传闻中的疯子西格德竟然真的来了，但他这副样子乃像是来参加婚礼的，满脸是血，浑身散发着让人胆寒的杀气。台下的宾客全都被吓住了，这到底是神圣的婚礼还是血腥的屠宰场？他到底刚从哪里杀回来？西格德根本没理会旁人的目光，他径直走向台上的艾尔娜，语气平静的让人害怕。他说抱歉自己来晚了，
这一刻，他眼中只有眼前的女人。他低声宣布：“我终于见到你了，我的新娘。”谁也没想到，这个满身鲜血的男人上来就玩得这么大，当着所有人的面，他直接吻了上去。这一秒，整个礼堂都安静了。艾尔娜彻底愣在原地，她还没从刚才的混乱中缓过来。西格德再次开口，语气里满是挑衅。他说：“亲吻自己的新娘，难道还需要谁的准许吗？”疯了，这人简直是个疯子！传闻中的圣职者屠夫。还没等两人反应过来，台上的老牧师先坐不住了。这可是神圣的婚礼现场，誓词还没念完就亲上去了，这简直是在亵渎神灵。老牧师气得浑身发抖，可他根本不知道，真正的麻烦才刚刚开始。西格德擦了擦嘴角，语气轻佻地说：“刚才那只是个见面礼，没必要这么大惊小怪。”看着沉默不语的艾尔娜，他接着追问：“难道是不喜欢这件婚纱吗？”艾尔娜赶紧摇头，说自己习惯了清贫的生活，这么华丽的衣服，她觉得自己根本不配。听到清贫这两个字，西格德突然冷笑出声，他凑到艾尔娜耳边，问她知不知道外面的风言风语。在那些传闻里，她可不是什么清贫的圣女，而是一个贪婪又堕落，让整个教会蒙羞的耻辱。既然新郎已经到场，这场压抑的婚礼正式开始。在女神的见证下，两人喝下了象征契约的酒。从这一刻起，两人的命运就彻底绑在了一起。艾尔娜看着身边的男人，这个满脸血迹、杀人不眨眼的恶魔，以后竟然就是自己的丈夫了。还没等她从恐惧中缓过神，老牧师又下达了最后的指令，让他们在神像面前完成最后的深情一吻。这一吻落下的瞬间，艾尔娜心里比谁都清楚，这个男人绝不是她的靠山，更不会给她一个家。可是到如今，她早就没有退路了。曾经的家园被烧成了一片废墟，除了留在这个男人身边，她根本无处可去。转眼3个月过去了，原本以为婚后生活会有所改变，结果却像是换了个地方坐牢，每天只能对着针线活发呆。哎呀，一个不留神扎破了手，这点疼比起心里的冷清根本不算什么。至于那位新婚丈夫西格德，这3个月里几乎就没怎么露过面，不是在巡视领地，就是被国王召进了宫里。他整天忙得见不到人，仿佛这场盛大的婚礼只是为了把他关进这座华丽的牢笼里。整整3个月了，西格德连封信都没寄回来，这男人还真是够绝情的。为了打发时间，艾尔娜只能自己动手缝补。虽然以前在神殿经常干活，但这贵族的料子确实不好对付。就在这时，女仆突然推门进来，手里还捧着一件红的扎眼的礼服。原来社交季的首秀就要到了，这件华丽的过头的裙子就是专门为她准备的。看来这种清静日子是要到头了，接下来的大场面她完全没有心理准备。婚礼虽然办完了，但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。女仆说，按照这里的惯例，她必须在社交季主持一场宴会。作为新上任的边境伯爵夫人，这可是她第一次在众人面前露脸，能不能主持大局，全看这3个月后的首秀了。为了不出差错，艾尔娜赶紧是穿了准备好的礼服，可等她看清镜子里的自己，整个人都愣住了。这衣服不仅颜色俗气的要命，尺寸也完全不对，松松垮垮的挂在身上，简直像个滑稽的小丑。这哪里是去参加宴会，分明是准备让她在所有贵族面前丢人现眼。这衣服尺寸差了这么多，该不会是按别人的身材做的吧？比如那位梅琳达小姐。梅琳达是谁？这个名字一出来，屋里的气氛瞬间就变了。女仆们赶紧互相使眼色闭嘴，说衣服会拿去重新改。可有些话一旦听进心里，就再也抹不掉了。难道西格德心里一直藏着另外一个女人，所以他才整天不着家，甚至连看都不想看她一眼？结婚整整3个月了，两人连一次亲近都没有，这哪里像是什么伯爵夫人，分明就是一个有名无实的摆设罢了。艾尔娜还在亲手给西格德缝制肩带，她总想着能为丈夫做点什么，可脑子里全是那些女仆在背后的嚼舌根。她们说这礼服穿在她身上真难看，要是换成那位梅琳达小姐，肯定比她要合适的多。这种话听多了，艾尔娜才发现自己不仅是衣服不合身，连这里的规矩和人脉她都还没摸清门道。为了不在首秀上出洋相，她只能硬着头皮翻看那些厚厚的家谱，想在这个家里立足，不下一番苦功是不行了。窗外的月亮还没落下，在这大白天显得格外扎眼，就像现在的她一样，在这个地方怎么看都显得有些多余。原本安静的走廊里突然冒出一股刺鼻的浓烟，艾尔娜心里一惊，坏了，难道是哪里起火了？她顺着烟雾一路找过去，却看到几个女仆正笑着跑开，那样子不像是害怕，倒像是刚干完什么坏事。等她推开房门，眼前的景象让她彻底愣住了。壁炉里正冒着熊熊大火，而火堆里烧着的竟然是她那件唯一的礼服。这可是她要在社交季首秀上用来撑场面的衣服。这根本不是什么意外，而是有人故意要断了她的后路，想让她在3个月后的宴会上彻底沦为一个笑话。艾尔娜顾不上那么多，抱起旁边的花瓶就往火里泼。火虽然灭了，可心也凉了大半截。她从灰烬里拽出那块布料，原本华丽的紫色，现在只剩下焦黑的残渣。她瘫坐在地上，声音里全是绝望：“我的裙子全毁了，这可是她唯一的指望，没了这件衣服，接下来的社交季她该怎么撑下去？肯定是刚才那2个人干的。”艾尔娜虽然早就知道这里不欢迎自己，但这种手段还是让人心凉到了极点。原来不管在哪里都没有她的容身之所，到头来终究还是只有她一个人。在这个家里，连祈祷都是死罪。西格德最恨这些，谁敢在他面前求神告解，那就是在拿命开玩笑。可伊尔娜已经走投无路了，她不明白为什么生活会变成这样。难道想要一个安稳的家也是一种奢侈吗？明知道后果不堪设想，她还是做出了那个最危险的选择。她不求大富大贵，只想要一个能容身的地方。
就在这时，周围突然出现了异样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谁能想到，那一声绝望的祈祷，竟然让一切都发生了偏转。宏伟的大殿里坐满了人，随从一脸无奈的开了口，他说：“这种节骨眼上，恐怕也只有你敢在这儿打瞌睡了。”被叫做团长的艾尔纳，此刻却比谁都懵，这下真的变天了。艾尔纳怎么也没想到，一睁眼自己竟然变成了西格德。看着镜子里陌生的脸，他整个人都傻了，这到底是在做梦，还是灵魂互换？还没等他缓过神，耳边突然传来一声威严的喝令：“法庭肃静！”艾尔纳这才发现，他正坐在审判席中央，对面的哈克弗鲁特一脸得意，开口就要西格德交出整片领土。这下完大了，西格德竟然拿这么重要的领地当赌注，就为了让对方道歉。顶着这个危险男人的身体，面对这场输不起的豪赌，艾尔纳到底该怎么办？艾尔纳这下彻底听明白了，原来他们口中的那位夫人，竟然就是他自己。西格德居然为了他的名誉，在跟人进行一场豪赌，可这赌注也太不公平了。随从看着眼前发呆的男人，还以为他是宿醉没醒，没好气的问他是不是在梦游。艾尔纳还没来得及解释，就发现气氛完全变了，这架势分明是要开始决斗了。随从把剑递了过来，还特意叮嘱了一句，让他这次下手轻点，说他前几次的样子简直太吓人了。艾尔纳整个人都傻了，原来西格德以前为了维护他，竟然表现得那么疯狂。可问题是，现在身体里的人是他呀，这把剑他到底该怎么拔出来？艾尔纳这才明白，原来西格德一直以来的疯狂决斗，全都是为了守护他的名誉。可现在根本没时间感动，裁判一声令下，决斗正式开始。对面的哈克弗鲁特像疯了一样，挥着长剑直冲过来。艾尔纳吓得魂都没了，她一个圣女，哪里见过这种玩命的阵仗？眼看这一下就要躲不开了，她在心里哀嚎，这下真的死定了。可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，他的身体竟然比脑子还快，一个侧身，轻而易举地躲过了致命一击。难道说这具身体还残留着战斗本能？这具身体简直强得离谱，对方拼尽全力的杀招，在艾尔内眼里竟然全变成了慢动作。这就是西格德的力量吗？哪怕换了灵魂，身体的本能依然在保护他，让他能轻而易举地躲开所有攻击。对面的哈克弗鲁特快要疯了，他本以为能轻松取胜，结果连西格德的衣角都碰不到，他气急败坏的大吼：“你难道只会像缩头乌龟一样躲吗？”艾尔纳停下了脚步，光躲确实解决不了问题，既然占了人家的身体，就绝不能让西格德的名声毁在自己手里。对面的哈克弗鲁特还在叫嚣，觉得眼前的西格德只是个笑话，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。可他想错了，艾尔纳咬紧牙关，哪怕这只是一场梦，他也绝不退缩。就在电光火石之间，他凭着直觉猛地一挥，只听当的一声，对方的长剑竟然脱手飞了出去。这下全场都傻眼了。哈克弗鲁特做梦也没想到，自己竟然会被瞬间缴械。看着空空如也的双手，他彻底愣在原地，这局面已经完全失控了。刚才还不可一世的哈克弗鲁特，现在被剑直指喉咙，连大气都不敢喘。他赶紧举起双手，求饶的话脱口而出：“我认输，千万别动手。”这家伙为了保命，尊严什么的早就丢到了脑后。裁判大声宣布，胜者是西格德。艾尔纳终于松了一口气，总算没有搞砸，西格德的名誉算是保住了。这种死里逃生的感觉，让他觉得整个人都轻快了不少。看来这具身体比他想象中还要可靠得多。西格德看着自己的双手，总觉得哪里不对劲，直到他抬头看向镜子，整个人彻底愣住了。镜子里出现的竟然是艾尔内的脸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自己会在这具身体里？西格德彻底懵了，看着镜子里艾尔纳的脸，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为什么会变成了他。更要命的是，当他下意识伸手确认，那种完全陌生的触感让他整个人都要炸了。这一定是场梦吧？明明决斗就在眼前，怎么一睁眼自己竟然在摆弄礼服？这件衣服不是为了出道舞会准备的吗？本该交给裁缝处理，现在却出现在这儿。直到他低头看向这双手，才发现事情不对劲，指尖上全是细小的伤痕，密密麻麻的口子，看着都让人心疼。难道说他为了这件衣服竟然亲自动手做到了这种地步？这件礼服完全不对劲，尺寸大的离谱，根本就不是艾尔内的码数。难道量体裁衣的时候，这帮人连尺子都没拿吗？西格德越看越觉得荒唐，在他的城堡里竟然发生了这种离谱的事。就在这时，女仆突然推门进来，女仆笑着说：“原来您在这儿啊，那件衣服因为不合身，我们已经把它处理掉了。”西格德盯着那堆焦黑的布料，如果不合身明明可以修改，为什么要直接放火烧了？这帮人分明是在睁眼说瞎话。看来在他看不见的地方，艾尔纳受到的欺负远比想象中要多。女仆一脸坏笑地说：“这是领主大人特意吩咐为您准备的新礼服。”西格德听完直接愣了，领主的命令吗？他自己就是领主，什么时候下过这种指令？这帮人竟然敢当面撒谎！他本想当场拆穿，但转念一想，既然是在梦里，那就看看他们到底想干什么。等他换好衣服，看清镜子里的自己，西格德彻底坐不住了。这件衣服根本就不是什么礼服，这帮人的胆子简直大到了天上。这件衣服是他生母的遗物，这帮人真是疯了，竟然敢拿这种东西来设局。女仆一脸得意，这可是先夫人的旧衣，私自穿上它就是死罪，要是让领主大人看见，你这辈子就彻底完了。这哪是送衣服，这分明是送命。西格德看着眼前这个跳梁小丑，心里的怒火已经压不住了。女仆举起手里的剪刀，既然衣服不合适，那就让我来帮你修一修吧。就在剪刀落下的那一刻，西格德直接死死扣住了他的手腕，他冷冷地问：“你刚才说这是谁的命令？”
女仆还在那儿睁眼说瞎话，非说是领主下的命令。西格德终于听不下去了，他对着这帮人怒吼：西格德绝对不会下这种荒唐的命令。这一下把所有人都镇住了。有个女仆还不死心，阴阳怪气地说：小姐，您怕是不了解领主大人吧？西格德冷笑一声，这世上没人比我更了解他。这句话一出，对面的女仆彻底破防了，她竟然直接动了手。一个下人居然敢对主子动粗！西格德下意识想躲，却发现这具身体根本跟不上反应。他这才意识到艾尔内的身体实在太弱了，面对这种局面，他竟然连还手的余地都没有。既然这具身体没力气反抗，那就干脆换个玩法。西格德顺势往后一倒，直接把这场戏演到了底。这一摔动静可不小，正好把根茨给引了过来。看着满屋子的狼藉，根茨整个人都傻了，厉声质问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女仆这下彻底慌了，可西格德却表现得异常冷静，他甚至还反过来安慰根茨，说这只是点小伤。但紧接着他伸出了手，语气冰冷的让人发毛：好好处理这些伤口，千万别留下疤痕。这下那几个女仆彻底卷铺盖走人了，敢对主子动手，这地方确实留不得他们。就在处理伤口的时候，西格德发现了一件东西，那是新娘在社交舞会上要送给丈夫的佩剑带。现在的贵族大多是买现成的，可这一条竟然是艾尔娜亲手做的，上面甚至还绣着家族的文章。看着这条质地坚硬的皮带，西格德终于反应过来，原来他手上的那些伤口全是为了做这个才留下的。他一直以为这个女人早就变了，可现在看来，这误会可真是闹大了。对现在的局面，艾尔娜其实也是一头雾水，但刚才那一剑却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反抗。以前的他只会在养父面前唯唯诺诺，他不想再躲了，他要改变，要靠自己的双手去争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。而西格德也意识到，想要彻底解决这个麻烦，就必须先定下神来，好好了解一下对方。西格德心里很清楚，如果不去了解艾尔娜，这段关系就永远没法开始。马车已经在路上了，西格德突然反应过来，坏了，那场决斗到底怎么样了？随从一脸无奈地说：你把哈克弗鲁特打得那么惨，现在居然问发生了什么？西格德这下彻底懵了，他的记忆只停留在决斗开始前，中间发生了什么他一点都不知道。随从察觉到了不对劲，说他在决斗时的样子非常奇怪，甚至想帮他找个医生看看。西格德嘴上说着没事，心里却早就乱成了一团。身体确实没出问题，出问题的是那个梦，那个梦真实的太离谱了。在那段消失的记忆里，他感觉自己不是在做梦，而是真的附身到了艾尔娜身上。西格德觉得附身这种事简直是胡扯，但那种真实感又让他不得不怀疑。他决定一回去就找艾尔娜确认清楚。艾尔娜在房间里醒了过来，可他刚想动弹，身上就传来一阵钻心的疼。他低头一看，整个人都懵了，肩膀上竟然缠着厚厚的绷带，连手指也被包扎了起来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自己明明一直待在房间里，这些伤又是从哪儿来的？艾尔娜现在满脑子问号，连衣服什么时候换的都记不得了。难道真是累到断片了？更邪门的是那个梦，他竟然梦见自己附身在西格德身上，还替他去参加了决斗。提到附身，他突然想起一个可怕的传说，传说有个被抛弃的女人，因为怨念太深变成了生灵，她强行附身在丈夫身上，亲手操控丈夫，掐死了自己。最后她跳入深渊，灵魂永远在炼狱里受苦，不得解脱。如果那个梦是真的，那艾尔娜现在的处境恐怕比传说还要危险。艾尔娜越想越后怕，难道自己真的变成了生灵？万一在失去意识的时候伤害了西格德该怎么办？就在这时，房门突然被推开，两个陌生的面孔走了进来，恭敬地向他行礼。艾尔娜一脸茫然地问：之前的女仆都去哪了？怎么突然全换成了生面孔？女仆的回答让他彻底愣住，说是他昨天亲自下令把之前那些人都赶走的。可伊尔娜对此完全没有印象，在那段消失的时间里，他到底都干了些什么？艾尔娜现在彻底听傻了，女仆们一边帮他处理伤口，一边描述他昨晚有多神勇，说他当时简直是武力值爆表，力气大的吓人，随手一挥就把人给掀翻了。艾尔娜越听越觉得不对劲，女仆描述的这些动作怎么跟她在梦里决斗时一模一样？既然身体会不受控制，艾尔娜干脆想了个狠招，她叫来女仆，居然要求对方把自己的双手捆起来。女仆当场就听傻了，哪有贵族小姐提这种要求的？但艾尔娜态度很坚决，只要手动不了，应该就不会再出什么乱子了。看着被绑得结结实实的双手，她总算松了一口气，觉得今晚终于能睡个安稳觉。艾尔娜正睡得迷迷糊糊，突然感觉到有人进了房间，她猛地睁开眼，发现西格德正站在床边，盯着她被捆住的双手。这下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，大半夜把自己绑住，这画面怎么看都像是有什么怪癖。万一被当成被恶灵附身，那可就彻底完蛋了。他支支吾吾地解释说，这其实是一种祈福仪式，专门用来纠正睡觉姿势的。西格德听完直接笑了，问他这种办法真的有用吗？他没有拆穿这拙劣的谎言，只是慢慢凑了过来，伸手解开了他手上的丝带。艾尔娜还在努力维持体面，像个贤惠妻子一样嘘寒问暖，问他这一趟去王都累不累。可西格德根本没心思听这些废话，他直接上手一把将伊尔娜按倒在床上，那些客套话就免了。他盯着艾尔娜说，现在有更重要的事，把衣服脱了。这下艾尔娜彻底乱了阵脚，这种事难道现在就要开始吗？根本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。看着西格德步步紧逼，这一关怕是躲不过去了。谁能想到西格德让艾尔娜脱掉衣服，竟然是为了看这个？盯着肩膀上的伤痕，西格德严肃地问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艾尔娜
只能支支吾吾的撒谎，说是睡觉不小心撞到了。要是被他发现这些伤是因为梦游搞出来的，估计这婚事离定了。西格德一言不发，显然没那么好糊弄。他盯着那块淤青，一个可怕的念头闪过：这难道不是普通的伤，而是某种生灵留下的痕迹？虽然疑点重重，但他还是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打算晚点找管家问个清楚。还没等埃尔纳反应过来，西格德已经转身离开，只留下他一个人在原地发懵。这下换谁都得愣住，他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？看来西格德根本不喜欢这身打扮。埃尔纳甚至开始怀疑，他心里是不是早就有人了。到了早饭时间，这气氛简直尴尬到了极点，谁也不说话，只有餐具碰撞的声音。本来还想趁机多了解他一下，结果现在倒好，埃尔纳心里只剩下一个念头，那就是赶紧放弃，彻底逃离这个地方。那件礼服彻底毁了，埃尔纳心里乱成一团，觉得西格德肯定在生他的气。他小声的开口道歉，没想到西格德却主动给了个台阶，说是送货的人弄错了。他不仅没发火，还直接吩咐管家跟辞，下午就叫裁缝过来重新量尺寸。埃尔纳赶紧摆手拒绝，觉得自己穿以前的旧衣服就行，没必要再这么破费。西格德却冷冷的打断他，别开玩笑了，这可是你第一次正式亮相。他的语气不容置疑，显然这件事已经没有商量的余地了。在西格德眼里，这身衣服可不只是为了好看，他要让所有人都看清楚谁才是这个家真正的女主人。所谓的奢侈是把钱花在没用的地方，但社交场的首秀其实就是一场无声的政治博弈。既然要露面，就必须穿得无懈可击，这不仅是面子问题，更是身为女主人的政治义务。很快，裁缝们就带着各种布料赶到了。埃尔纳被围在中间量尺寸，西格德则在一旁亲自把关。看着满桌子的丝绸，这场华丽的变身才刚刚拉开序幕。看着这些名贵的绸缎，埃尔纳心里还是没底。虽然裁缝一直在旁边夸个不停，但他满脑子想的全是西格德之前那副冷淡的样子。他真的会喜欢吗？还是说这只是为了应付场面？就在埃尔纳还没换好衣服的时候，更尴尬的事情发生了。更衣室的帘子突然被掀开，西格德竟然在这个时候直接闯了进来。谁能想到，西格德竟然当众夸奖起来，说这颜色很衬夫人的肤色。埃尔纳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，原来他并不讨厌自己，之前的担心全都是多余的。西格德选出了最后2款料子，把决定权交到了他手里，问他到底喜欢哪一个。既然是他的心意，埃尔纳也不再推辞，指了指其中一款。这一刻，两人的关系似乎比之前近了不少。埃尔纳这次是认真的，他不想只当个被保护的花瓶，而是想像那些熬过严冬的春草一样，成为能真正撑起这个家的女主人。西格德看着眼前的他，心里显然被触动了。他没再多说什么，只是默默定下了礼服交付的时间。2周之后，那场至关重要的社交首秀就是埃尔纳证明自己的第一步。西格德这番话简直给了埃尔纳莫大的底气。他说：“别担心，接下来的事情就全靠你了。”这可是他第一次表现出这种信任。埃尔纳当场给出承诺，绝对不会让他失望。很快，整个城堡都忙碌了起来。埃尔纳心里很清楚，这场社交首秀就是他证明价值的第一个战场。他必须拼尽全力，让所有人看到他才是这个家名副其实的女主人。就在筹备的时候，女仆突然急匆匆地拦住伊尔纳，提醒他千万别用百合花。埃尔纳还有点纳闷，这花到底怎么了？结果女仆压低声音说，百合可是教会的象征，而西格德最恨的就是教会。听说以前有个仆人不懂规矩，在典礼上摆了百合，结果当场就被砍了头。这下埃尔纳彻底清醒了，他差点忘了自己嫁的这个男人可是外号圣职者屠夫的西格德。作为前任圣职者，他要是真犯了这种低级错误，后果简直不敢想象。这已经不只是能不能当好女主人的问题，而是直接关系到他还能不能在这个家里活下去。现在的他绝对不能出任何差错。谁能想到，堂堂圣职者埃尔纳竟然在边境酒馆吃起了净餐，烤野猪肉配上奶油炖菜，这种肉奶同时的做法，在圣教规矩里可是大忌。他不仅没打算收敛，还大方的招呼旁边的侍从，要不要一起吃点？这下可把大家伙乐坏了。毕竟在边境这种地方，填饱肚子比守规矩重要得多。看着大家吃得这么香，埃尔纳突然觉得那些死板的教条在这里好像真的不值一提。要是再配上一杯红酒，这顿饭就彻底圆满了。外面这么热闹，原来是赶上了这里的解放季。这片土地曾有一段黑暗的过去，是初代伯爵带人杀出一条血路，才从外族手中夺回了自由。难怪这里的规矩这么松散，在随时可能丢命的边境，生存永远比教条更重要。但也正因如此，这里的人只认强大的领主。旁边的女仆轻声劝道：“听说您以前是圣职者，千万别为了适应这里太勉强。”勉强吗？也许吧，但既然已经成了伯爵夫人，以前的那个身份就必须彻底放下了。现在的她已经没有退路。为了让首秀晚宴万无一失，埃尔纳这次是动了真格的。他觉得光靠那些死板的菜谱可不行，必须得去街头找找灵感。正当他在小摊前钻研的起劲，一个熟悉的身影突然挡住了视线。西格德竟然找过来了。他皱着眉问：“你怎么会在这儿？”埃尔纳理直气壮地回答：“我在为晚宴做调研呢。”虽然西格德嘴上说着是来视察，但谁都能看出来，这位伯爵大人根本就是放心不下，特意跑来寻人的。埃尔纳还在为舞步发愁，觉得自己这半吊子水平根本没法在正式场合露面。结果西格德根本不听解释，直接拽起他的手就走，完全不给拒绝的机会。穿过喧闹的人群，耳边全是欢快的乐曲，他竟然要把埃尔纳带到祭典中心去跳舞。
艾尔娜这下彻底慌了，在这种地方跳错步子，丢的可不只是他一个人的脸。西格德却笑着说：“这种时光练是没用的，直接上手才是最快的进步方式。”他让艾尔娜抬头看看，真正的舞池可不是在安静的练习室里，既然躲不掉，那就只能硬着头皮上了。西格德说的没错，在这种热闹的祭典上，根本没人会盯着你的脚尖看，大家都在尽情欢笑。这种气氛让艾尔娜放松了不少，看着周围一张张幸福的笑脸，她觉得也许自己也能行。结果刚放松一点，意外就发生了，她一脚重重地踩在了西格德的鞋上。艾尔娜吓得赶紧道歉，西格德却一点没生气，反而笑着安慰她，要是第一次就能跳得完美，那才真是见鬼了。他表现得越是体贴，艾尔娜就越是手忙脚乱。她努力想要跟上他的步调，可越是专注，脑子里就越是一团乱。面对这个男人的温柔，她彻底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谁能想到，堂堂伯爵大人在祭典上这么受欢迎，路过的镇民都在大声起哄，问艾尔娜是不是他的夫人。艾尔娜还没从震惊中缓过神，西格德竟然顺着话头承认了，还一把将她搂进怀里。这下全场都跟着沸腾了。好不容易等舞会告一段落，艾尔娜累得连话都说不出来，西格德却在一旁风轻云淡，还调侃她体力实在太差。就在这时，女仆递过来一杯热饮，艾尔娜本以为是普通的牛奶，结果入口清爽，味道完全不一样。原来这东西叫豆乳，是用外邦传来的豆子做的，不仅能直接喝，还能用来做各种点心。这意外的发现让艾尔娜瞬间来了精神，晚宴的灵感，这不就自己找上门了吗？要是能加进料理里，绝对能解决大麻烦。西格德一把夺过杯子，说：“这种甜水有什么好喝的？咱们去喝点果酒。”换做平时，艾尔娜可能就听他的了，但这次艾尔娜态度非常坚决，谁都别想带她走，因为她终于找到了那个能扭转局面的关键。谁能想到，这位养尊处优的小姐竟然在厨房里大显身手。几个女仆尝了一口，直接被这味道惊艳到了，纷纷感叹这简直是人间美味。艾尔娜解释说，这是她特制的豆奶炖菜，既有家族的特色，又完全不用担心违反宗教戒律。她正琢磨着，西格德大人会不会也喜欢这道菜？结果就在这时，女仆的呼喊打破了她的思绪。女仆怎么也没想到，明明只是普通的豆奶，味道竟然能这么醇厚。艾尔娜笑着解释，秘诀就在南瓜和蘑菇里。面对大家的佩服，她只是淡淡的说，在来到这里之前，因为家里穷，只能靠这些野菜和蘑菇过活。大门被猛地撞开，会计一脸慌张地冲了进来，连基本的礼仪都顾不上了。艾尔娜赶紧问出了什么事，结果对方带来的消息让在场所有人都傻眼了。原本要在出道仪式上使用的剑兰，竟然在这个节骨眼上完全送不到了。这下麻烦大了，运送鲜花的商队竟然遇到了山体滑坡，虽然人获平安，但绕路肯定赶不上出道仪式了。这花可不是一般的装饰，剑兰代表着领地的自由和解放，要是仪式上缺了它，那这场庆典就彻底失去了意义。艾尔娜坐不住了，她提议直接去接应商队，会计指着地图上的一条穿山密道，虽然那里已经废弃了很久，但这是唯一的希望。只要现在出发，就还有机会在仪式开始前赶回来。既然已经没有退路，那就只能拼一把了。会计解释说，那地方路不好走，带的人多了反而容易出事，但他一个人去又怕对方起疑心，只能请夫人亲自跑一趟。艾尔娜二话没说，直接答应。这种关键时刻，他必须亲自去确认情况。两人趁着夜色钻进山洞，一路上深一脚浅一脚，全靠手里那盏提灯带路。好不容易穿过隧道，眼看就要到地方了。艾尔娜刚想松口气，说咱们总算没迟到，结果话音刚落，前面的树影里突然冒出几个人影。这下麻烦大了，这荒郊野岭的竟然撞上了强盗。偏偏是在这种争分夺秒的时候，艾尔娜大喊着让会计快跑，可他自己还没来得及撤离，就被一双粗暴的手死死拽住。强盗冷冰冰地警告他，想活命就老实点，现在命都在人家手里。艾尔娜根本没法反抗，可就在他抬头的一瞬间，那个诡异的红月再次浮现，艾尔内的意识突然断片了。强盗以为他吓晕了，正打算赶紧把人带走，谁知道他的手指突然动了一下，再次抬起头时，艾尔娜整个人都变了，那双原本清澈的眼睛，此刻竟然透着血一样的红光。他冷笑着低声说，原来是这么回事，看来这帮强盗今天是一个也走不掉了。强盗正拿着绳子准备动手，嘴里还催着同伙快点，可他们根本没发现，眼前的艾尔娜已经完全变了，那双血红色的眼睛里全是冰冷的杀气。刚才还嚣张的强盗，这下彻底定在了原地。西格德愤怒地咆哮，他质问这帮混蛋到底对他做了什么。另一边，艾尔娜在酒馆里惊醒，她看着酒杯里那张熟悉的脸，整个人都愣住了。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做同样的梦了，难道这根本不是幻觉？艾尔娜猛地回过神来，她终于意识到自己现在的处境极其危险，她1秒钟都等不了，冲出门就要了一匹快马，现在必须立刻赶过去，快点，再快点！艾尔娜在荒野上拼了命地往回赶，如果去晚了，一切就真的没法回头了。艾尔娜在马背上疯狂祈祷，千万要平安无事。虽然暂时解决了这帮家伙，但他们到底是什么人？这地方也完全没见过。更糟糕的是，居然又回到了艾尔娜的身体里。同样的梦竟然连续做了2次，这真的只是梦吗？如果灵魂真的附身在艾尔娜身上，那简直和恶灵没什么区别。这种被指责为怪物的记忆，简直让人喘不过气。到底哪句才是真的？就在局面最混乱的时候，艾尔娜骑马赶到了，这下彻底乱套了。两人刚一碰面，就发现事情完全不对劲。西格德看着眼前的自己，整个人都懵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直接拔剑质问：“
你到底是谁？”结果伊尔娜这一开口，秘密再也藏不住了。她说自己是埃尔娜。这局面简直荒唐到了极点。西格德开口就是致命质问：“你为什么占着我的身体？”结果伊尔娜也彻底懵了，反问：“为什么你在我的身体里？”结果伊尔娜也彻底懵了，反问：“为什么你在我的身体里？”真相终于大白，这根本不是什么单方面的附身，而是两人的灵魂彻底互换了。还没等他们想出对策，随从竟然在这个时候找了过来。他一出现，对着两人就是一顿连珠炮似的质问。看着满地的尸体，他非要问出个所以然来，眼看就要露馅。西格德赶紧小声下令，让埃尔娜随便编个理由糊弄过去。埃尔娜只能硬着头皮开始表演，说什么是因为两人羁绊太深，靠着直觉才找过来的。这理由编得连他们自己都觉得尬出天际。可谁能想到，随从竟然真的信了。他不禁感慨两人感情深厚。看着大家那一脸感动的样子，埃尔娜现在只想找个地缝钻进去。虽然暂时糊弄了过去，但眼下的残局还得收拾。西格德赶紧指挥埃尔娜去处理现场，结果这埃尔娜一开口，差点没把他当场送走。这语气温柔的简直像变了个人，哪还有半点原本那种冷酷的劲头。西格德赶紧上去咬耳朵，让他演得稍微像样一点。要是再这么深情下去，这身份怕是分分钟就要穿帮。闲聊到此为止，现在最要紧的是把这帮绑匪给处理了。为了不露馅，埃尔娜只能硬着头皮模仿起西格德威严的样子，大声下令把人带回去审问。看着手下们领命离开，西格德终于忍不住了：“我在你心里难道就是这种浮夸的形象？”虽然演技确实有点尴尬，但好歹是把局面控制住了。现在该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。两人总算赶在天亮前回到府邸，可管家根茨这一脸懵的表情，显然没料到他们会这时候回来，甚至还追问起随从的下落。眼看就要被问住，西格德赶紧给埃尔娜使眼色，让他别发愣，赶紧拿出主人的样子来对。埃尔娜只能强装镇定，学着西格德平时的语气下达命令，让人把抓回来的那几个家伙全部带到面前来。看着这几个被五花大绑的家伙，根茨整个人都懵了，完全没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所谓的送花不过是个幌子，这帮人真正的目标其实是想绑架埃尔娜。西格德直接下令把这几个人带下去严加审问。不仅如此，他还要立刻搜查会计的房间，感动埃尔内的人这回一个也别想跑。西格德这回是彻底放飞自我了，顶着那张圣洁的脸，却笑得像各地狱里出来的反派，放狠话要让所有人付出代价。这一幕可把旁边的埃尔娜看傻了，他盯着自己的身体，在那儿又是狂笑又是放狠话，整个人都快要崩溃了。这辈子都没这么失态过，自己的形象算是彻底毁了。这灵魂互换的日子真是一秒钟都过不下去了。大半夜的，会计披个斗篷就来敲门，开口就要见这里的领主，语气还挺横。可他显然没搞清楚状况，刚进门气氛就彻底变了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直接被守卫按倒在地。这下彻底懵了。埃尔内看着他，我就知道你会自投罗网，死到临头了。这骗子居然还敢伸手要钱，说什么是他应得的，但他根本没意识到，眼前的西格德身体里住着的正是埃尔娜。想起那些荒唐的谎言，埃尔娜心里只剩下后怕，要是没换身体，自己恐怕早就没命了。骗子还在那儿拼命狡辩，说这是误会，可这一次没人会再信他的鬼话。既然没做亏心事，大半夜带这种东西乱跑什么？守卫一把夺过他怀里的钱袋，这下人赃并获。随从又甩出一张纸，那是从他房间里搜出来的赌债账单。一个会计居然连自己的账都算不明白。随从说他是被贪欲蒙了眼，才敢接这种掉脑袋的活。骗子这下彻底瘫了，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栽在这些小事上。他拔腿就跑，本以为推开这扇门就能逃出升天，结果撞见了最不该见的人。骗子心里一阵狂喜，这简直是送上门的人质，只要抓住他，谁也不敢拦着自己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眼前的西格德根本不是软柿子，还没等他碰到衣角，手腕就被死死扣住，紧接着整个人被重重摔在地上。这下好了，不仅没跑掉，骨头都要散架了。感动领主的女人，你真是活腻了。这骗子现在瘫在地上，连求饶的力气都没了。虽然西格德换了身体，但那股狠劲儿一点没减，一招就把对方放倒，看得旁边的埃尔娜都愣住了。不愧是身经百战的男人，哪怕用着柔弱的身体，气场也足以让人窒息。西格德冷冷地盯着地上的烂泥，老实交代吧，到底是谁指使你的？机会只有一次，要是再敢满嘴跑火车，后果你清楚。骗子吓得语无伦次，拼命解释自己只是拿钱办事。他说自己只是被猪油蒙了心，根本不知道这活儿会要命。可惜他求错了人，西格德根本不吃这一套，既然敢伸手，就要做好掉脑袋的准备。埃尔娜在旁边看得愣住了，他这才明白，想要坐稳这个位子，光靠善良是远远不够的，真正的威慑从来不是靠嘴说出来的。这一刻，他才算真正理解了权力的重量。不管出于什么原因，敢在领地里撒野，就要付出代价。埃尔娜冷冷地挥了挥手，直接让人把骗子关进大牢。直到四周安静下来，这场戏才算演完。回到房间，两人总算能喘口气。西格德笑着夸奖道：“刚才表现不错，确实有几分领主的架势了。”埃尔娜无奈地摇摇头，刚才其实心虚的要命，要不是为了维持形象，真想扭头就跑。这灵魂互换的日子，真是一场停不下来的豪赌。只要稍有不慎，两人的秘密就会彻底曝光。埃尔娜有些不敢相信，轻声问了一句：“你这是在夸我吗？”西格德理所当然地回答：“不然呢？”这种被肯定的感觉，对埃尔娜来说简直是破天荒的第一次。从小到大，养父赫克托对她只有严厉的管教，别说夸奖了，甚至从来没给过好脸色。看着眼前这个温柔的笑容，埃尔娜第一次感觉到
原来自己也是值得被称赞的。但西格德紧接着提醒他，光有温柔可远远不够，想要在这个位子上坐稳，就必须学会狠下心来。毕竟在这个尔虞我诈的地方，心软就是最大的弱点。埃尔纳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，看来想要真正掌控局面，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为了守住这片领地，西格德一直把自己装成个大恶人，其实大家都误会他了，他只是习惯了把温柔藏在面具后面。埃尔纳突然抛出了一个灵魂拷问：你当初为什么要娶我？这话一出，西格德直接没话了，还没等他想好怎么回答，这具身体就因为强度太大，关键时刻掉链子了。他整个人迷迷糊糊地，直接一头栽进了埃尔纳怀里。这下好了，原本严肃的谈话瞬间变成了说不清的暧昧。这突如其来的亲密接触，让屋里的空气都凝固了。看着西格德步步紧逼，埃尔纳下意识想赶紧逃走，结果却被一把拽了回来。西格德的理由简直让人没法反驳。既然灵魂换了，那身体就该回自己的床上待着。这逻辑听起来没毛病，但现在的气氛实在是太尴尬了。面对这种霸道的要求，埃尔纳根本没有拒绝的余地，只能任由西格德掌控局面。这出灵魂互换的闹剧，看来今晚注定是没法消停了。换了灵魂还得同床共枕，西格德给出了一个没法拒绝的理由。现在有人正盯着埃尔内的命，为了保命，这局还真得一起睡。既然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换回来，待在一起才是最安全的。确实，灵魂互换这种离谱事说出去根本没人信。为了不让外人起疑，两人只能暂时形影不离。埃尔纳这才反应过来，西格德坚持同房，其实是在变相保护自己。就在他翻来覆去睡不着时，对方顺势把他搂进怀里。这一声晚安过后，原本荒诞的夜晚终于多了一丝安稳。一觉醒来，这出灵魂互换的闹剧居然莫名其妙的结束了。埃尔纳发现自己终于回到了本体，还没等他高兴太久，一转头，西格德正躺在旁边盯着他看，这距离简直让人没法呼吸。他下意识想拉开距离，结果动作太猛，浑身的酸痛感直接拉满。西格德慢悠悠的解释，那是他在山里拼命留下的后遗症。当时他顶着埃尔内的身体，硬是从刺客手里杀出一条血路。虽然现在身体疼得要命，但比起直接丢了性命，这点代价确实不算什么。埃尔奈看着眼前的男人，心里一阵后怕。如果不是这场灵魂互换，他恐怕早就成了刀下亡魂。这简直就是女神降下的奇迹。不过这种话他可不敢当着西格德的面说，毕竟这个男人现在的眼神看起来比那些刺客还要危险。看着西格德离去的背影，埃尔纳只能小声道歉。虽然身体是换回来了，但昨晚的尴尬显然还没过去。西格德对女神的敌意简直深不可测。埃尔纳依然想不明白，到底是什么样的过去，能让一个男人对神明恨之入骨。早餐桌上冷冷清清，西格德居然连面都没露。听说他一大早就去处理赌场的事了，这理由听着怎么看都像是在故意躲着他。埃尔纳越想越觉得不对劲，他试着向女仆打听西格德到底为什么这么仇视教会，结果对方支支吾吾，半天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。看来这府里的下人个个都对当年的事守口如瓶，既然没人敢开口，那就只能自己去揭开真相了。现在可以肯定了，西格德对教会的这种恨意绝对不是无缘无故的。与其在这里坐以待毙，不如直接去找那个知道真相的人。埃尔纳起身离开，他必须弄清楚那个男人的过去。根茨的房门被敲响，作为在西格德身边待了最久的人，他手里一定握着最关键的钥匙。埃尔纳推门而入，他本想找根茨问个明白，没成想进门装个正着，屋里竟然还有别人。这一脸贵气的女人到底是什么来头？根茨赶紧上前介绍，这位是商会的大小姐梅琳达。埃尔纳连忙道歉，觉得自己来的真不是时候。可梅琳达却表现得格外热情，甚至主动提出不用尊称，直接叫她的名字就好。这种自来熟的性格，倒让埃尔纳有些措手不及。原来她就是那个跟西格德关系匪浅的女人。根茨还在一旁不停的介绍，说梅琳达是商会会长的千金，不仅见多识广，还精通各国语言和礼仪。在根茨眼里，梅琳达简直是完美的代名词，甚至想让她来当埃尔内的社交顾问，帮着应付接下来的大场面，让西格德的红颜知己来帮自己。这提议听着就让人头大。梅琳达倒是答应的爽快，说一定会好好照顾埃尔纳。那副笑里藏刀的样子，让人心里直发毛。他慢慢凑到埃尔纳耳边，这种近距离的压迫感，让接下来的日子注定不会太平了。本来跳得好好的，梅琳达却突然拍手叫停，语气里全是挑剔。埃尔纳一脸懵，明明动作都没错，到底哪里不行？梅琳达冷笑着说，光动作对有什么用？跳得这么死板，一点贵气的味儿都没有，这明摆着就是要当众给难堪了。梅琳达提醒埃尔纳，作为伯爵夫人，舞会上的开场舞必须跳得比谁都有派头。这下埃尔纳更愁了，这种虚无缥缈的感觉到底该怎么找？梅琳达却笑了笑说，别担心，我就是为了这个才来的。话音刚落，他就直接带头示范，跟西格德跳了起来。看着两人默契的舞步，埃尔纳彻底看呆了，这才是真正的贵族范儿。埃尔纳心里很不是滋味，这种优雅和默契跟他那种死板的动作完全不是一个档次。他甚至觉得梅琳达才更配得上西格德。西格德看出了他的低落，直接开口安慰他说，别在意这些，大家都知道你是圣职者出身，要是舞跳得太好，反而会招来闲话，说你是个贪图享乐的堕落修女。埃尔纳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在别人眼里自己一直是这种形象。西格德接着温柔地补了一句，没人要求你一开始就做到完美，包括我在内。
这一句话让艾尔娜彻底愣住了。原来这个男人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体贴着她的笨拙。西格德显然已经没耐心了，直接问梅琳达还要缠到什么时候。梅琳达倒是一脸无所谓，笑着道了个歉就松手了。示范结束，压力重新回到了艾尔娜身上。梅琳达让她照着刚才的样子再试一次，虽然心里没底，艾尔娜还是硬着头皮答应了。她知道自己没法一下子变完美，但为了那场至关重要的首秀，只能一遍又一遍地练，哪怕腿都酸了也不敢停。等这一轮练习终于结束，艾尔娜整个人都快散架了。她坐在露台上喝茶，这豪门夫人的路真不是一般的难走。西格德量着艾尔娜说：“体力变好了不少啊。”艾尔娜还没来得及高兴，就被接下来的话泼了盆冷水。西格德直言不讳，比起那些花里胡哨的舞步，现在体力才是最关键的。因为舞会季一旦开始，你可能得连着跳上一整晚，这哪是社交，简直就是体力活。艾尔娜正听得一愣一愣的，梅琳达却突然闯了进来，看这架势准没好事。梅琳达这回是真火了，直接把名单甩在桌上，质问艾尔娜到底在想什么。原来在首秀舞会的名单里，竟然出现了清风族首领的名字，这下可真是捅了马蜂窝。这群人可不是普通的邻居，而是曾经侵略过这片领地的世仇，两边积怨已久，根本没法坐在一张桌子上。梅琳达指责艾尔娜说，她根本不懂这片土地的历史，要是让贵族们跟侵略者同席，这场舞会就彻底毁了。西格德问艾尔娜，名单上的事是不是真的？艾尔娜自知理亏，只能低头承认。西格德这次倒是挺放权，说既然舞会是艾尔娜负责，那他就不打算插手。可伊尔娜接下来的这番话却让他有些意外，原来他邀请清风族根本不是因为天真，在他看来，两边早就不是当年的死对头了。现在的首领是个温和派，而且领地里到处都是他们的影子，大家早就过到一块儿去了。这不仅仅是一场舞会，更是向所有人证明这片领地已经迎来了真正的和平。西格德显然没料到，这个看似柔弱的女人竟然看得这么深。梅琳达冷哼一声，直骂艾尔娜太天真，平民可没你想的那么理智，万一闹起事来，谁也收不了场。艾尔娜还想拿先例当挡箭牌，说以前的夫人也请过清风族，结果梅琳达一句话就把她的侥幸心理给堵死了。原来以前那位只是个远房亲戚，可这次艾尔娜请的竟然是人家的首领，这性质可完全变了。西格德在一旁听着，脸色也变得越来越沉。他这次是铁了心要把甩手掌柜当到底。他说舞会既然交给了艾尔娜，那出了什么事都得他自己扛。说完这话，他头也不回的走了，任凭艾尔娜在后面怎么喊，他连脚步都没停一下。这下艾尔娜彻底没指望了，原本以为能找个靠山，结果现在只能一个人面对这个烂摊子。而梅琳达就在旁边看着，眼神里全是冷漠。现在的艾尔娜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了。忙活了这么久，会场总算布置的差不多了。艾尔娜松了一口气，看着眼前这一切，心里总算踏实了一点。旁边的女仆也凑过来感慨，说这地方总算像样了。艾尔娜点了点头，但这仅仅是个开始，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呢。西格德最近忙得脚不沾地，整天在外面跟领主们开会，说是为了筹备接下来的舞会。艾尔娜心里却直打鼓，觉得是自己哪句话说错了，才让她一直躲着不见面。结果女仆一句话点醒了她，说这事儿恐怕跟前任伯爵夫人有关。艾尔娜这才反应过来，那可是西格德的亲生母亲，看来当初赶走那个女仆时，无意间闯了大祸。艾尔娜以退为进，故意说自己那天累坏了，记不清细节，实际上是在套女仆的话。看来西格德对他母亲的事确实忌讳得很，谁提跟谁急。还没等他琢磨明白，女仆又爆了个大料，说之前那件礼服尺寸不对，绝对是梅琳达在背后动了手脚。怎么好端端的又扯到梅琳达身上了？女仆凑过来压低声音说，其实这位梅琳达小姐以前差点就成了这里的女主人，当初她可是西格德的头号联姻对象，可惜西格德根本没看上她，这门亲事最后也就黄了。艾尔娜这才反应过来，难怪梅琳达处处针对自己，原来这中间还有这么一层过节。就在这时，窗外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说曹操到。梅琳达居然主动找上门了，而且一开口就是道歉，说是要全力支持艾尔内的舞会，连之前死活不同意的计划，他现在都说要帮忙。艾尔娜心里直犯嘀咕，这态度转得也太快了，昨天还百般阻挠，怎么睡一觉就转性了？再看看他搬来的这一大堆箱子，说是要给清风一族的族长准备惊喜，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？梅琳达这次真是下了血本，搬出来的全是稀罕货，说是为了帮艾尔娜筹备仪式，特意找来了清风一族的宝贝，这些东西贵得离谱，随便一块布就顶一个士兵整整1年的薪水，这哪里是帮忙，简直是在烧钱。艾尔娜觉得这里实在太重，刚想开口拒绝，梅琳达却一副诚恳道歉的样子，非要帮这个忙不可。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艾尔娜也不好再推辞，只能先答应下来。可梅琳达态度转变的这么快，到底是真心悔改，还是另有图谋？梅琳达这回是动真格的了，一上来就反客为主，不仅要看当天的餐具，连大厅的装饰清单也要接手。她说除了必须保留的花，剩下的全都要来个大换血，通通改成清风一族喜欢的风格。艾尔娜还没反应过来，梅琳达就拍着胸脯保证，只要全部交给她处理，绝对出不了差错。到了第二天，看着手里这份大改后的清单，这事情的发展显然已经脱离了艾尔娜的控制，说是来帮忙，结果梅琳达这一插手，整个府邸都被搞得鸡飞狗跳。
佣人们早就忍无可忍了，辛辛苦苦准备的装饰全被他按自己的喜好换了个遍。现在的梅琳达简直比主人还要威风，到处指手画脚，连厨房的事他都要管。艾尔娜终于意识到，再这么让他闹下去，自己的出道舞会就彻底毁了。他决定不再沉默，必须把局面拿回来。艾尔娜直接叫住了梅琳达。艾尔娜终于摊牌了，他直接告诉梅琳达，会场所有的装饰他都要全部换回来。虽然梅琳达费了不少心，但艾尔娜不想只讨好一方，他要对所有客人都公平对待。这话听着挺客气，但在梅琳达耳朵里完全就是另一种意思。他觉得艾尔娜是在警告他，别再插手自己的舞会，离远一点。梅琳达这招以退为进，玩的确实狠。他一脸委屈地说，既然自己成了碍事的人，那他走就是了。可就在转身的一瞬间，他却丢下了一颗重磅炸弹，提醒艾尔娜别再让自己只值50个金币。这句话直接戳中了艾尔娜的死穴，那个被当作商品卖掉的价码，那个最耻辱的秘密，梅琳达是怎么知道的？自从上次一别，梅琳达就彻底没了音讯。他留下的那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女仆在一旁咬定，这是绝对是梅琳达在背后捣鬼。艾尔娜虽然觉得不对劲，但没证据也不好乱说。就在这时，东部要塞的骑士突然闯了进来，还带了一封指明给他的信。艾尔娜疑惑地问，怎么还有关于检查站的事？这封信的出现让局面变得更复杂了。谁能想到清风一族的人会突然找上门，而且开口就是要紧急见一面。骑士表现得非常卑微，生怕因为参加舞会的事给艾尔娜惹来什么麻烦。艾尔娜倒是没当回事，还反过来安慰对方。可等他拆开那封信，局面瞬间就变了，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，求你救救我们。这哪里是回信，分明是一封绝命书。这群人到底遇上什么麻烦了？看着大家吃上热乎饭，艾尔娜总算松了一口气。还好这次赶得及时，谁能想到这场反常的大雪会把山里人的生计全毁了，庄稼和牲畜一个都没剩下。虽然两家人以前闹过不愉快，但这种时候谁也没法眼睁睁看着他们送命，毕竟大家往上数几辈，其实都是一家人。西格德在一旁低声问，你确定要帮到底吗？这一步迈出去，可就真的没有回头路了。西格德忍不住提醒，这些高级食材原本是为他最重要的舞会准备的，可伊尔娜根本不在乎。他说自己实在没办法，看着那些人在面前受苦，那种眼睁睁看着希望破灭的滋味，他这辈子都不想再体会第二次。西格德无奈地说，这可是你向社交界宣告身份的舞会，为了救这些人，你真的打算放弃一切吗？看来在艾尔娜心里，人命远比名声更重要。西格德这次彻底改观了，他说在边境这种地方，武力确实能解决问题，但这种发自内心的慷慨才是真正能收服人心的力量。他承认自己只会带兵打仗，却永远做不到像艾尔娜这样把绝望的人从泥潭里拉出来。西格德温柔地告诉他，没必要逼着自己去当什么强者，只要按照他想要的样子去当那个理想中的领主就好。这一刻，两人的距离好像拉近了不少。艾尔娜心里其实一直有个疙瘩，她原本以为西格德早就已经恨透她了，没想到两人的关系竟然还有转机。梅琳达根本没把艾尔娜放在眼里，在他看来，一个落魄的圣职者居然也想飞上枝头变凤凰，简直是天大的笑话。西格德背后的财力支持全靠他们家在撑着，砸下这么多真金白银，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让他稳坐伯爵夫人的位子。梅琳达冷冷地吩咐手下，接下来的事该按他的规矩办了。梅琳达在暗处看得咬牙切齿，西格德和艾尔娜这么亲近，他心里这口气怎么都咽不下去，这笔账他迟早要算回来。就在西格德和艾尔娜独处的时候，旁边突然冒出两个不长眼的守卫。西格德没好气地问，你们在那儿鬼鬼祟祟干什么？守卫尴尬的解释说，怕打扰了两位的好事。西格德也是真直接，既然知道打扰了，还不赶紧说有什么事？原来是艾尔娜做的炖菜太火了，大家特意盛了2碗送过来。西格德嘴上虽然嫌弃，手倒是挺诚实，直接接过来尝了一口，味道出乎意料的好。守卫催着艾尔娜也赶紧趁热吃，可伊尔那看折碗里的菜，心里却犯了难，因为这锅炖菜里混了不少猪肉，而他根本就没法吃。就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，西格德突然伸手一把将他的碗抢了过去。他故意找了个借口，说艾尔娜这碗肉更多，非要跟他交换。等艾尔娜接过西格德那只碗，才发现里面的猪肉早就被挑得干干净净。原来这个男人什么都知道，他只是在用自己的方式默默护着他而已。艾尔娜心里正暖洋洋的，虽然西格德嘴上说讨厌教会，但行动上却一直在护着他，这份心意让他觉得无比踏实。可谁也没想到，变故就在这一瞬间发生了。哐当一声，西格德手里的碗摔在地上，还没等艾尔娜反应过来，他突然猛地呕出一大口鲜血，这下彻底出大事了。刚才还好端端的人，竟然直接栽倒在地上。艾尔娜发了疯一样大喊他的名字，可西格德已经完全失去了意识。